一講到廣西，你會諗到咩呢？廣西山多，廣西人窮，廣西人中意食辣，廣西電動車多，或者廣西人中意唱山歌。咁關於呢啲傳言又係咪真嘅呢？今日嚟到南寧嘅第一日實地考察，話你知。咁一講到廣西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話廣西窮啊嘛。嗱，呢一句說話真係啱一半唔啱一半。廣西係窮，但係廣西人並唔窮。咁其實呢啲嘢睇你同邊個比，睇你點比嘅啫。每個地方都有窮同唔窮噶嘛。嗱，根據最新統計，咁2023年廣西嘅 GDP 只有2.63萬億，而廣東就高達12.91萬億。嗱，一對比之下就差成橛噶啦。咁所以咁對比起身，廣西的而且確係窮。咁再睇翻廣東嘅省會廣州 GDP 係有2.88萬億，而廣西嘅首府南寧 GDP 係只有5218.3億元。所以從經濟角度嚟講嘅話，廣西係比廣東慢半拍。但係再重申一次，只要嚟過廣西南寧嘅朋友仔都知道，其實廣西人並唔係窮。其實依家廣西嘅發展已經唔同以前，咁經濟發展雖然冇廣東咁繁榮，但係都未至於話咁窮。就攞南寧嚟講，咁呢邊嘅樓價去到1萬幾2萬蚊一個方，咁如果喺呢邊嘅萬象城嘅話，係去到3萬幾一個方。咁南寧係好注重顏面嘅地方，高樓大廈亦都唔少，所以唔好以偏概全，唔好再話廣西窮啦。第二個講到廣西，好多人都認為廣西人唔係都識唱山歌嘅咩？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，唔係個個廣西人都中意都識得唱山歌。咁雖然廣西劉三姐係好出名啫，佢嘅山歌亦都好好聽，但係真係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，就算係壯族人都未必個個識得唱山歌，因為壯族歌又難學又難聽得明，所以唔係個個都識唱㗎。咁第三個對廣西嘅誤解就係認為廣西山多，唔係個個都住山洞嘅咩？網傳有10萬大山之稱嘅喎。雖然廣西嘅經濟發展係比較落後，但係呢幾年嘅脫貧地區一個接住一個，連村裏面都起緊小樓房啦。而網傳嘅10萬大山係廣西山脈嘅名稱，而唔係有10萬座大山啊！呢個10萬係南壯方言頂天嘅意思，所以10萬大山只係頂天大山咁解，而唔係有10萬座大山。第三個對廣西人嘅誤解就係好多人以為廣西人都係講夾狀話，即係壯語口音加普通話，你係咪咁認為呢？其實廣西嘅方言有10幾種以上，分別係西南官話、白話、壯語、客家話、閩南話、平話等等。咁細分起身，起碼有50幾種口音嘅方言，有11大類嘅民族語言。而俾網友熟知嘅夾狀話，主要分佈喺廣西嘅西北部地區，即係白色河池等西北部地區，即係嗰啲看一下講成幹一下，聽不懂聽不聽講成聽不懂聽不聽。咁南寧、玉林、梧州、堪州多數係講土白話，貴州地區多數係講貴州話。咁少數民族地區多數係講壯話、苗話、瑤話，而客家地區多數係講客家話。仲有南普，即係帶有南寧口音嘅普通話，即係呢講成呢。舉個例子，是不是呢？去不去呢？得不得呢？咁第二個就係用尾嚟結尾，稍微會拉得長些少。舉個例子，去尾、是尾、做尾。咁講到廣西，好多人仲覺得廣西電動車多咯。其實呢一句話都錯唔晒嘅。廣西南寧電動車保有量係好多，居各大城市之首，素有電動車南國之稱。但係除咗南寧呢個地方之外，其他城市尤其係鄉下地方，電動車係好少嘅，反而發動機嘅摩托車比較多。咁最後一個，網傳好多人都認為廣西人又黑又醜。呢一個真係要為廣西人平反，唔係個個廣西人都又黑又醜嘅。其實係因為地處低緯度，紫外線又特別強，所以偏南部地區嘅皮膚稍微會黑些少。但係唔係個個都咁醜噶嘛，其實廣西人好多都清秀靚麗嘅。到最後同大家分享一下剛學識嘅南寧壯話，你睇下我講得準唔準啊？蒙哥好人，蒙哥好人，你知唔知係咩意思呢？知嘅話留個言啊！
咁對於廣西嘅誤解仲有好多嘅，如果你仲有其他嘅話，留言補充啦。好啦，咁今期嘅問題好簡單，唔知你心目中嘅廣西又係點嘅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點解東莞冇區冇縣，淨係得街道同埋鎮嘅呢？嗱，唔知大家有冇發覺東莞有4個街道、28個鎮，但係就係冇區，亦都冇縣。咁呢一個其實係因為東莞本身就係一個縣。嗱，1985年之前叫做東莞縣，係屬於惠陽管轄嘅。咁後嚟設縣改市，就改為東莞縣級市。直到1988年由縣級市升級為地級市，咁區域面積規模淨係得一個縣咁大。咁升級為地級市嘅時候，亦都冇列入其他嘅縣級市，所以咪冇區，亦都冇縣俾佢管轄咯。上一期同大家講咗東莞4個街道、28個鎮嘅其中10個，咁今期就嚟同大家講埋剩低嗰18個鎮。如果有講到你認識嘅地方嘅話，記得底下留個言啦。第一個寮步鎮，咁呢個字係讀寮。鴨寮街都係呢個寮，咁當地嘅葡萄、豆腐、豆漿就至出名啦。話說喺唐貞觀年間，咁村民喺韓溪河上面結茅寮而居。呢個茅寮係指草棚、草屋咁解。咁當時由以草織竹器以及打鐵為業。咁喺明初形成咗商埠，所以稱為寮步墟。咁後嚟改為寮步鎮。第二個樟木頭鎮曾經有小香港之稱，係全市唯一嘅純客家鎮。咁當地嘅特產有荷葉飯啦、麥芽柚皮，仲有糖不甩等等。樟木頭鎮原本叫做泰安，咁喺清初嘅時候，有位官員巡視泰安，聞到樟木樹林嘅香氣，醒腦提神，所以就將呢個地方改為樟木頭鎮。第三個大朗鎮，咁講到呢個地方乜嘢最出名呢？就肯定係冷衫啦。你衣櫃嗰幾件冷衫可能都係呢個地方出嘅。大朗鎮係因為當地盛產朗草而得名大朗，咁後嚟為咗書寫方便，所以寫成呢一個朗。咁第四個黃岡鎮景點就至多啦，例如話黃岡水上公園啦、黃岡博物館，仲有萬佛禪寺等等。咁黃岡呢個地名由來係因為喺明末有人喺河邊定居，因為河水黃濁，所以得名黃岡。咁第五個清溪鎮被評為最美嘅小鎮。早期嘅熱播劇《32兒》都係喺呢個地方取景嘅。話說喺明洪武年間，南萬成從茅甕村遷清溪邊立村，所以得名清溪。再到塘廈鎮，咁有東莞土豪村之稱嘅林村就係位於呢個地方噶啦。據說呢條村嘅年收入都過億噶。塘廈鎮呢個地名由來就係來源於塘廈墟。鳳崗鎮係融合咗客家文化、華僑文化嘅地方。咁呢個地方原本叫做三道崗。後嚟喺民國初期，因為建鳳崗新墟，所以得名鳳崗。第八個大嶺山鎮，咁當地嘅荔枝柴、燒鵝、燒魚就至出名啦。當地嘅美食景色多羅羅。大嶺山鎮呢個地名由來就比較簡單，係因為西部有大嶺山而得名。長安鎮係依家東莞嘅第一強鎮，經濟實力已經超過咗曾經嘅王者虎門鎮 ，GDP 為950幾億。長安鎮原名叫做沙浦頭，咁喺民國30年，因為效仿京城嘅長安，所以叫做長安墟。虎門鎮曾經係東莞經濟實力最強鎮，不過依家已經俾正話嘅長安鎮超越咗。根據最新統計，咁虎門鎮嘅 GDP 為720幾億，不過佢一個鎮都可以抵過一個縣級市嘅。咁講到虎門鎮，你會諗起咩呢？肯定係林則徐燒煙啦，就係喺呢個地方啦。咁虎門之所以叫做虎門，因為形狀似花瓶口，兩岸高山突出，江面大虎同小虎兩座山相對，形狀似虎踞守護珠江門戶，所以叫做虎門。厚街係離香港、澳門最近嘅地方，大概係個零鐘嘅車程。咁當地亦都係酒店最密集嘅地方，係世界鞋業總部基地。國內好多品牌手袋都係呢個地方出嘅。咁喺北宋年間，王氏喺呢個地方定居，喺軍鋪後面叫做後街。咁後嚟日漸富起身之後，就改名為後街。沙田鎮係全國第一個龍舟之鄉。咁話說喺200年前，後街軍鋪有人喺楊公洲築圍造田，地處沿海沙田地區，所以得名沙田。咁道教鎮係東莞嘅魚米之鄉。呢個地方原本叫做濟川鄉，咁因為潮汐嘅作用，呢個地方多條相通嘅河流有倒運流嘅現象。咁兩水相通處約教，原本叫做道教，咁後嚟改成同音字道教。
有人話紅梅鎮係東莞最窮嘅鎮，咁你認為呢？紅梅鎮呢個地名由來係因為攞咗鎮裏面最大嘅兩條村，一條叫做紅屋窩村，一條叫做梅沙村，第一個字而得名紅梅。咁麻涌鎮有水鄉一哥之稱，係東莞第一個同時擁有兩個國家級嘅港口鎮。麻涌呢個地名原本叫做古梅鄉，因為先人愛梅，咁後嚟因為四周河網密布，耕地又以產茅為主，所以就叫做麻涌。咁你可能未去過望牛墩鎮，但係你喺高速路口一定見過呢個咁特別嘅地名。望牛墩鎮喺古時候其實係一個天然嘅牧牛場，咁農民放牛都係企喺凸起身嘅土墩上面望牛，所以就有咗呢一個望牛墩鎮嘅地名啦。中塘鎮堪比縣級市，造就咗唔少富豪。咁中塘鎮原本叫做中塘，係種米嘅地方。咁後嚟因為地處中心墟市，所以改為中塘。最後講到高埗鎮，咁呢個地方嘅金針菇同埋靈芝就自出名啦。高埗鎮係因為高埗村而得名。喺明末嘅時候，呢個地方係一片沙灘嚟嘅，因為漁民經常喺呢個地方曬古布，即係漁網。咁後嚟有位秀才認為呢個古字不雅，所以就將佢改成高埗。好啦，到最後要考下你，以下邊啲地方係東莞真實存在嘅地名呢？ A. 西牛陂村 B. 牛屎凼 C. 拔膠窩 D. 豬屎團。知道嘅話底下留言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東莞最多咩呢？俾你嘅印象又係點嘅呢？唔可以帶地名，留言話我知。骨場多，男人嘅天堂啊嘛！我唔准你咁講啊，人誰無過至得㗎，係廠多，打工仔打工妹嘅天堂。籃球場多，走得哪都有籃球場。哦，這個我懂哦，手機多，毛衣多，眼鏡多，車多，外來人口多，公園也多哦。東莞簡稱莞，係廣東嘅特大城市。亦都有朋友仔話東莞係散裝城市，因為東莞有4個街道、28個鎮。根據2022年嘅統計，咁東莞嘅常住人口去到1043.7萬幾人，咁唔知當中有冇你份呢？東莞嘅標籤好多，咁以前俾人感覺東莞工廠多、又亂、工資又低，但係依家嘅東莞已經唔同以前㗎啦。根據2022年嘅統計，咁東莞嘅 GDP 已經突破11,200.3億元。冇錯，東莞嘅廠好多。東莞仲有世界工廠之稱，每10件冷衫就有1件係產自東莞大朗嘅。東莞嘅籃球場亦都係全國最多嘅城市，咁喺全市數數埋埋，大概有26,000幾個籃球場，可以話村村有籃球場，鎮鎮有籃球館。如果去過東莞嘅朋友仔，應該都知道東莞人係講東莞話，係屬於粵語嘅莞寶片，以莞城話為標準，同粵語嘅詞彙有些少相似，只不過係發音唔同。咁如果識得講、識得聽粵語嘅朋友仔，都應該聽得明莞城話。咁至於東莞呢個地名由來有3種講法。第一種係同織席嘅館草有關，認為東莞位於廣州嘅東邊，又盛產館草，所以就叫做東莞。而第二種講法係同移民有關，認為東莞早期嘅居民係喺山東東莞郡移民過嚟嘅，所以就將呢個地方叫做東莞。咁仲有一種係同管鹽有關，認為東莞以前係東官鹽場，屬於東官郡。東莞同東官嘅諧音又相近，所以就有咗東莞呢個地名啦。咁呢一個就係東莞地名嘅由來啦。如果仲有其他版本嘅話，歡迎留言補充啦。順帶一提，東莞嘅莞字其實係多音字，咁當讀莞嘅時候，僅用於東莞呢個地名。呢一個係佢特定嘅讀法。咁當讀莞或者莞嘅時候，係表示微笑或者一種植物，譬如話莞草或者莞耳。東莞有4個街道、28個鎮，咁今期就嚟簡單咁講下東莞各個地方地名嘅由來。第一個東城街道係位於東莞嘅中部，原本叫做富城鎮嘅，因為地處東莞嘅市中心嘅東邊，所以喺2000年就改名為東城街道。咁有東自然有南啦，南城街道係位於東莞中部嘅偏西南方向。呢個地方原本叫做黃村街道嘅，咁因為佢地處東莞市中心嘅南邊，所以後嚟改名為南城街道。呢個地方大部分人都係講粵語，咁有一部分嘅人係講客家話。
咁第三個萬江街道位於東莞嘅西部，因為東江碧水流經呢片沃土，形成咗河港縱橫嘅支流，而得名萬江。咁萬江係一座古老嘅城鎮，從古至今都係東莞重要嘅交通要塞。咁當地人多數都係講粵語為主。咁第四個莞城街道係位於東莞嘅北部偏西嘅方向。嗱，莞城已經有1000幾年嘅歷史噶啦。咁古時候叫做道涌，喺明孔武17年始稱東莞城，咁後嚟到咗2002年改稱莞城街道。咁莞城街道多數都係講粵語嘅，有一小部分嘅人講客家話。咁唔知你去過呢一個地方未呢？去過嘅話，打3條白嚟睇下啦。咁東莞有28個鎮，第一個就係盛產龍眼嘅石碣鎮。因為明代村民為咗加固堤圍，喺缺口處壘石防洪，所以就得名石碣。咁石龍鎮最出名嘅就係麥芽糖同埋臘腸啦。呢個地方原本係河灘嚟嘅，有數石隆起，咁鄉民依石築堤防洪，咁所以就叫做石龍。咁後嚟寫成呢一個龍。咁至於茶山鎮，一聽個名就知道特產係茶葉啦。話說喺南朝梁武帝時，有位僧人建雁塔寺，咁後鄉人沿山種茶，所以得名。咁石牌鎮嘅脆皮燒鵝就自出名啦，因為地標石墨成牌，所以得名石牌。第5個企石鎮係一個以工業為主嘅城鎮。咁黃花菜算唔算特產啊？喺明代嘅時候已經建村噶啦，因為村中池邊有巨石，所以得名企石。橫瀝鎮因水而興，人傑地靈。咁豬乸菜你有冇食過呢？亦都係當地嘅特產嚟。傳聞中有一條河叫做瀝水，因為喺鎮中橫中穿過，所以就叫做橫瀝。咁如果用客家話講就叫做橫啦。講到橋頭鎮又好似冇咩特產，但係當地嘅荷花又真係唔錯嘅。喺明朝嘅時候，咁橋頭有個小墟，係四鄉村民嘅聚居地，因為喺土橋東頭，所以得名橋頭。第8個謝江鎮，咁當地嘅白蜜糖、香菇，仲有竹編嘅手工藝品都係好出名嘅。話說喺宋末嘅時候，咁謝氏喺山崗上面建村，所以就得名謝江。咁東坑鎮嘅特產就有好多啦。最出名嘅就係陰菜同蘿蔔片同埋白菜乾，被稱為東坑三寶。東坑呢個地名由來係嚟自東坑村，咁後嚟喺宋末形成咗東坑區，直至1986年11月改為東坑鎮。仲有常平鎮，咁當地嘅荔枝、黃皮、杏仁餅等等糕點就夠晒出名啦。常平鎮呢個地名由來係嚟自常平村，以其和平競爭嘅意思。咁呢一個就係佢地名嘅由來啦。好啦，今期暫時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咁剩低嘅下期再講過，因為實在太多啦。今期要請教下大家，點解東莞冇區又冇縣，淨係得街道同埋鎮呢？知道嘅話留個言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廣東惠州市有邊啲景點呢？講3個嚟聽下。惠州景點啊，多羅、順寮灣、雙月灣、小徑灣、大亞灣、十里銀灘、南昆山，仲有羅浮山，哇，數都數唔晒啊！惠州係廣東嘅地級市，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嘅東部，背山面海，係一個好適合養老養生居住嘅城市。咁惠州亦都係廣府文化、客家文化、潮汕文化嘅交匯地，被稱為客家僑都。喺當地有人講會潮話，有人講客家話，亦都有人講嗲潮話。惠州原名叫做徵州，喺北宋天禧5年，因為被太子趙禎之位，所以將州名改為惠州。徵同惠同樣都有美好嘅意思。惠州有2個區，一個係惠城區，位於東江中下游，係惠州嘅市中心。根據最新統計，常住人口大概有155.9萬。惠城區亦都叫做鵝城，早喺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喺呢度活動噶啦。惠城區呢個地名由來就更加簡單啦，係由於惠州嘅中心城區而得名惠城區。第2個惠陽區地處珠三角經濟圈嘅東部。根據2020年嘅統計，惠陽區嘅常住人口大概有95萬。惠陽區係客家人嘅聚居地，係革命老區。呢個地方亦都出過唔少名人賢士，例如話北伐名將葉挺、鄧仲元、鄧承修等等。惠陽區呢個地名喺1913年設嘅，因為惠州而得名，取因惠嘅意思。惠州有3個縣，第一個博羅縣位惠州市嘅北部，融合咗廣府、客家、潮汕等眾多民系嘅文化。
喺秦朝嘅時候就已經有博羅縣、有羅浮山，自會溪浮往博羅山，所致博羅縣。不過仲有另外一個講法係話，原本係叫富羅嘅，咁後嚟以訛傳訛，所以寫成博羅。呢一個就係博羅地名嘅由來啦。咁唔知當地又有咩特產呢？留言話我知。好多朋友仔惠城同惠東分唔清，其實就係兩個地方，一個係區，一個係縣。惠東縣係位於惠州嘅東部，咁當地嘅鞋就出晒名啦，所以有鞋都之稱，亦都係中國象棋之鄉。咁順寮灣、雙月灣就係位於呢一個地方噶啦。咁惠東縣呢個地名由來就係因為喺惠陽縣嘅東部，所以得名惠東。咁第三個龍門縣，龍門原本係增城嘅上龍門地區，因為地勢險要，所以以龍門作為原名。咁龍門係位於廣東嘅中部，曾江上游，同從化增城係隔籬鄰舍嚟嘅。龍門人講龍門話，講路溪話，亦都有人講粵語。你會發覺龍門話同增城話係有啲相似嘅。咁當地嘅南昆山雲頂溫泉，可能好多人都去過，就夠晒出名啦。惠州仲有個新開發區叫做仲海高新區，因為位於著名民主革命先驅嘅廖仲愷先生嘅故鄉，所以得名仲海，係屬於一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嘅地方。仲有個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，咁喺1993年成立嘅，因為呢個地方近海又近深圳，所以吸引到唔少深圳人喺呢個地方買樓。咁我喺惠州居住咗6、7年，我發覺惠州真係一個好適合居住嘅城市，因為生活節奏慢啊嘛。咁市區嘅樓價大概係1萬到1萬2左右，有興趣嘅朋友仔不妨了解下啦。今期嘅問題就係惠州有咩好去處呢？你去過惠州邊啲地方呢？惠州又有咩特產呢？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香港千億富豪大樓嘅名，你又知唔知道點讀呢？劉鑑雄，今次實啱啦啩？冇係，叫劉鑾雄，香港富商女神狙擊手，邊個冇識？呢個字普通話讀卵，粵語讀亂。咁如果唔係香港富豪劉鑾雄嘅話，可能好少人會留意到呢個鑾字。鑾字係表示古時候皇帝車駕所用嘅鈴，咁引申為帝王嘅車駕或者係帝王嘅意思。咁呢個鑾字喺五行裏面係屬金，有尊貴權力同埋榮耀嘅意思。用作人名嘅寓意好好嘅，係有人中龍鳳、高風亮節、身賢體貴同埋尊貴嘅寓意。雖然寓意係好，但係缺金嘅人先至好用佢。咁第二個人名字字加個秦字，呢個字用作人名，你會點讀呢？讀真品啊嘛，冇係，字典話係讀樽品。呢個字普通話讀樽，粵語讀樽。其實按照古音嘅支新切係可以發到真嘅音嘅。所以讀樽同埋讀真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個樽字嘅本意係指到達美好嘅境地，引申為周全到來嘅意思。例如有個詞彙叫做日臻完善。如果缺火嘅朋友仔可以參考下呢個樽字啦，係一個好熱門又大吉嘅字，男又用得，女又用得。寓意有成功完美、事業順利、堅強剛毅同埋富貴嘅意思，係一個有內涵又好寓意嘅好名。無論係人名或者商業用嘅名，都不妨參考下呢個樽字啦。第三個係嚟自網友嘅提問，咁用作人名又好唔好呢？呢個字普通話讀思，粵語讀希，同希望嘅希字係同音。如果唔記得咯，可以諗下書法家王羲之或者神話裏面人類嘅始祖伏羲。羲字可以用作人名，亦都可以用作姓氏，譬如話羲姓，不過依家好少見到。咁呢個羲字係屬金，用作人名嘅熱度屬於中等，唔算好多人用嘅咋。寓意係有氣勢、有正義、頂天立地同埋大智大勇嘅意思。不過，亦都有人話羲字實在係太大啦，都係古代皇帝同埋名人用嘅名，一般人承受唔起咁話。所以如果要用呢個羲字嘅話，就要注意組合嘅字同埋寓意，或者係選擇其他嘅羲字。早期同大家講到名字帶天會唔會太大呢？就有網友話頭醒尾話啦，
咁如果名字帶號會唔會太大啊？一般人又承唔承受得起呢？嗱，口天就係讀咁日天就係讀浩，普通話讀敲。嗱，呢個字嘅本意係指廣闊無限嘅天空，咁多數係用作人名。嗱，亦都比喻父母嘅恩情深重嘅意思。咁如果缺火嘅朋友仔，不妨參考下呢個字啦。嗱，用作人名嘅熱度係非常高，係一個好大吉又有內涵嘅名，寓意係胸襟廣闊、孝順父母、重情重義同埋事業發展好突出嘅寓意。嗱，仲有如果唔係缺火嘅朋友仔，都唔建議用呢個浩字，會有輕狂、自我、粗枝大葉，導致人緣麻麻地嘅意思。嗱，所以都係呢句說話，啱自己嘅嘢先至係最好噶嘛。更加就唔建議用昊天，因為昊天係指上帝嘅意思，一般人真係受唔起嘅。但係浩然、浩軒、浩明、浩心，亦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嗱，如果有幫到你嘅話，記得視頻點翻個讚啦。咁第五個人名，我諗你身邊總會有一兩個朋友用嘅，普通話讀滔，粵語讀濤，驚濤駭浪，波濤洶湧。但係用作人名，有人讀濤，亦都有人讀滔，咁變調又唔可以話係錯嘅，係咪？嗱，所以都係呢一句名從主人啦。咁呢個濤字係個形聲字，從水受聲，本意係指大波浪嘅意思。嗱，受字係指行過曲折嘅人生道路，咁歌仔都有得唱啦。命運就算顛沛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，命運。咁成個字嘅意思係指水變成彎曲嘅形狀，由此又引申出大波浪嘅意思，又引申出水變成波濤一樣嘅聲音嘅意思。嗱，如果缺水嘅朋友仔，不妨參考下呢個濤字啦，男又用得，女又用得，係一個有寓意又熱門大吉嘅字。咁用作人名，寓意有氣勢浩瀚、勇於拼搏、剛毅堅強同埋寬容嘅寓意。咁講到呢個濤字，你又會諗起邊一位明星呢？咁最後一個係近年嚟好多大師都推薦嘅人名用字，你又識唔識點讀呢？嗱，呢個字普通話讀坤，粵語讀坤，唔好讀成方，亦都唔好讀成土。嗱，坤字其實係同坤係坤嘅異體字，咁有土地嘅意思，寓意係好似土地咁寬厚、博大胸懷嘅意思。咁第二個係有乾坤嘅意思，象徵住父母希望阿坤遇到困難嘅時候要堅信自己，唔好輕易放棄，可以扭轉乾坤嘅意思。有頂天立地嘅意思，象徵住父母希望阿坤有擔當，腳踏實地咁解。嗱，所以總個嚟講，坤字亦都係一個好名。咁如果缺土嘅朋友仔唔怕筆畫多咯，都可以參考下呢個字嘅。咁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啦！呢個字用作人名又點讀呢？睇下有冇人讀啱，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用一句說話嚟介紹茂名，唔帶地名，你會點講呢？哦，茂名啊嘛，天上飛機，地下月 K 啊嘛。點解開車好似開飛機咁快啊？三四線嘅工資，一二線城市嘅消費，你話算冇算特色咯？你知唔知佢當地盛產咩啊？羅非錯，化州骨孔錯喎，荔枝龍眼都錯，係盛產鼻炎啊！冇錯，正話講嘅都係茂名特色。嗱，茂名亦都叫做南方油城，係高粱文化重要嘅發源地、傳承地、興盛地。咁茂名之所以叫做茂名，其實係同一個人名有關。喺隋唐開皇18年，即係598年，先用潘茂名嘅名命名為縣。咁潘茂名亦都叫做潘仙，因為佢擅長煉製丹藥，救治病人。咁後嚟喺佢死鬼咗之後，百姓為咗紀念佢，所以就用咗潘茂名呢個名為郡縣嘅名。嗱，佢住過嘅山就叫做潘山，咁附近一帶地方就叫做茂名。咁茂名呢個地名就係咁得嚟噶啦。嗱，呢個地名亦都係我國唯一一個用道士嘅名嚟命名嘅城市。咁茂名市有2個區、3個縣級市。今期就嚟講下茂名各個地區嘅地名由來。咁先講下茂南區。茂南區位於廣東茂名嘅南部。咁根據最新統計，茂南區嘅常住人口大概有103萬幾人。咁茂南區亦都係茂名市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係南方嘅煉油基地，亦都係最大規模嘅羅非魚良種生產基地。咁至於茂南區嘅地名由來比較簡單啦，因為地處原茂名縣之南，所以得名茂南區。咁呢一個就係茂南地名嘅由來啦。
第二個電白區，咁根據最新統計，電白嘅常住人口大概有150幾萬人。咁去到電白必打卡嘅地方有中國第一灘啦、浪漫海岸，仲有放雞島啊等等。咁關於電白嘅地名由來就比較盞鬼啦。相傳係因為電白地處粵西南，地多乾旱，一年四季都咁多雷電嘅。尤其喺夏天就最多啦，好容易會毀物傷人，所以就叫做電白。咁呢一個就係電白嘅地名由來啦。所以啊，嗰啲發誓當食生菜嘅朋友仔，去到電白嘅話，唔好亂發誓啊。咁第三個高州市位於廣東茂名嘅中部，地處粵西貴東之交通要衝。根據最新統計，咁高州嘅常住人口大概有133.05萬人。高州係廣東嘅教育強市，亦都係高粱文化嘅發源地。咁當地嘅荔枝、龍眼仲有香蕉就夠晒出名啦。如果仲有其他特產嘅話，留言話我知啦。咁高州市呢個地名由來係由高梁郡演變而嚟嘅，而高梁郡係由高梁嶺而得名。咁呢個就係高州市地名嘅由來啦。再嚟講下化州市，咁大家經常講嘅化州骨紅就係嚟自呢個地方噶啦。化州古稱石龍，咁根據最新統計，化州嘅常住人口大概有130幾萬人。咁唔知當中有冇你份呢？有嚟自化州嘅話，留言啦。咁關於化州呢個地名由來有個講法，相傳因為當地有石龍聖跡，以龍能變化，所以得名化州。最後一個信宜市，古稱竇州，位於茂名市嘅北部。咁當地嘅礦產種類多達32種咁多。其中南玉亦都叫做信宜玉，就係嚟自信宜呢個地方噶啦。咁當地嘅山地雞亦都係好出名嘅。如果仲有其他特產嘅話，介紹下啦。信宜原本叫做信義，信係指南近信山嘅信，咁嘅義字係指北接焦二山嘅義，即係雷公嶺，所以得名信義。咁後嚟喺宋太平興國改名為信宜縣，咁直到1995年設縣改市，改名為信宜市，由茂名代管。咁呢一個就係信宜地名嘅由來啦。唔知屏幕前嘅你有冇嚟自信宜嘅呢？有嘅話留個言啦。好啦，今期同大家講咗茂名各個地區地名嘅由來。如果有茂名嘅朋友仔睇到嘅話，記得點讚支持下啦。好啦，到最後解答翻上一期嘅問題。呢個地方係喺湛江，係讀醪州島。咁今期嘅問題好簡單，唔知茂名有咩年例習俗呢？知道嘅話介紹下啦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